君士坦丁堡并不是奥斯曼试图掌控欧洲的最后一步，但1683年看似胜利在望的关键一步，却把这个不可一世的帝国砸向了永远无法回头的下坡路。本以为能凭借欧亚咽喉的地理优势占尽陆地贸易的便宜，奥斯曼人怎么也没想到，葡萄牙人将沧海一粟般的卡拉维尔帆船推向了汹涌的大西洋，开始寻找全新的可能。1487年迪亚士抵达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法国、荷兰、英国更是在航海时代中后来居上。从奥斯曼人认知之外的土地大量涌入的白银，甚至导致整个帝国的货币贬值、通货膨胀。非但欧亚贸易地位不保，经济运行更是遭受了意想不到的冲击。奥斯曼人决定在陆地上进行军事反击，可在争夺维也纳的生死之战中，15万人的军队2个月的围攻失败了。欧洲人把这场战役看作是基督教对伊斯兰教的胜利，站在后台的西方教会坐稳了自己在君士坦丁堡的位置，这在东罗马时代是无法想象的事。无可挽回的战略崩塌深深刺痛了奥斯曼贵族阶层的自尊，他们决定张开双臂拥抱来自强者的文化。托普卡坡宫正门外的艾哈迈德3世喷泉，屋檐的白色木质天花细腻精致，石榴、梨、葡萄等繁复的植物浮雕交织延伸，甚至有野生鹦鹉栖息其中。屋檐下方则有大理石穆卡纳斯和白色花卉瓷砖，并用深蓝色薄瓷砖条和檐口隔开。塞比尔柱的弧形轮廓柔美典雅，整个喷泉远远看去像是一个巨型珠宝盒。然而追捧稀有的郁金香品种，新建图书馆和喷泉，举办法式舞会，只是奥斯曼上层社会攀附时髦、挥霍资源的表面行动，和贸易地位下降、贫富差距拉大、军事能力落后等深层问题的解决没有任何关系，反而给社会大众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对强大敌人狂热而肤浅的模仿，在一场近10万人的禁卫军叛乱中匆忙收场。整个欧洲里里外外依然在以奥斯曼人无法想象的速度迭代，工业革命的横空出世更像是一场巨变按下了快进。以英国和法国为代表的新霸主在急速崛起，而奥斯曼帝国却越来越落后对手，尤其是俄罗斯和奥地利。1789年，面对叶卡捷琳娜2世的爱将苏沃洛夫领军，12万名奥斯曼士兵在勒姆尼克河畔被2万5千名对手击败，这简直是奇耻大辱。另一方面，君士坦丁堡也遇到了1500年来从未出现过的敌人，他不再是异族、异教野心家，不再来自于民族迁徙和土地争夺，这位敌人甚至看不见也摸不着，却能悄无声息地渗进古老都会的每一寸肌理，最终颠覆所有看上去兼容并蓄、相安无事的千年法则。1821年，民族主义觉醒的希腊在俄罗斯、法国和英国的支持下打响了独立战争。消息传回君士坦丁堡，被怀疑支持希腊的正教会牧首复活节当天被吊死在圣乔治主教座堂外。400年前，穆罕默德2世以宗教为抓手管理庞大帝国的米利特，在这时遭受了降维打击，原本风平浪静的社会版图因为民族认同的强化，出现了越来越明显的裂痕。当权的马哈茂德2世面临的不光是没办法重现苏莱曼1世时期的辉煌，整个帝国的基础甚至都在剧烈摇晃。他不顾堂兄改革禁卫军失败被废，又遭太监暗杀的惨剧，卧薪尝胆，积攒足够的力量后率先发难。禁卫军立刻叛变，并向皇宫进军。马哈茂德2世举起先知穆罕默德的圣旗，率领亲信和大量曾被洗劫的居民，痛击当年将奥斯曼人带进君士坦丁堡，如今却板结堕落，成为社会毒瘤的耶尼切里。禁卫军营房被炮火烧毁，被俘的斩首处死，逃跑的上百人淹死在地下水宫。不可一世的军团就这样在刀光剑影、水深火热之中，彻底成为了历史的尘埃。这场事变被冠以吉祥之名，但对奥斯曼帝国来说还是来得太晚。
1839年，受过新式训练的奥斯曼军队在叙利亚战役中败给了揭竿而起的埃及军队。马哈茂德听闻消息，不到7天就撒手人寰。改革机构，设立翻译所，派遣留学生，皮毛之变挽救不了暮气沉沉的没落帝国。君士坦丁堡需要的是破旧立新的开拓者。今天的居尔哈尼公园在1912年之前是御花园。1839年11月3日，奥斯曼帝国在这里颁布了一份第一次强调所有臣民无论宗教教派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一次废除终身服役制度，第一次提出约束公职人员的诏书。授予诏书的正是在父亲马哈茂德着意营造的新式教育环境中成长，踏着父亲亲手奠定的改革基础登上历史舞台，时年只有16岁的阿卜杜勒麦基德一世。花厅预诏颁布之后，穆斯林和非穆斯林在土地税上的差别很快被废除，行政官员开始领取薪金，接受考核。在整齐划一的大方向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夹击下，原本坚如磐石的传统米利特开始迅速解体。阿卜杜勒麦基德希望塑造的是新的奥斯曼国家认同。金角湾南岸有一座非常显眼的白色3穹顶铁柱教堂，整体格局是经典的十字形巴西利卡式，500吨的预制构件全部在维也纳铸造，并通过多瑙河和黑海运来。6口大钟来自俄罗斯，新艺术风格的室内空间在君士坦丁堡也是头一例。这就是圣斯德望堂。1870年，保加利亚正教会争取到了从君士坦丁堡普什木首区彻底独立的机会，这是从1018年东罗马帝国统治保加利亚以来的第一次。除了基督教，作为奥斯曼国教的伊斯兰教也在礼拜空间上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博斯普鲁斯海峡欧洲一侧，大桥下方，远远望去有一座通体洁白如玉的建筑。渐渐靠近时，你会发现它外墙表面的大理石檐口上雕满了细密典雅的藤蔓、花朵，以及富于变化的圆形、方形、六边形组合。上下2排巨大的拱形窗户更凸显立面层次和内外通透。相较于郁金香时期对欧洲建筑风格重在豪华繁琐、用色复杂上的模仿，此时的奥斯曼建筑师们对于作品的驾驭更显内敛和成熟。阿卜杜勒麦基德本人也试图借由建筑语言展现奥斯曼帝国在时空环境变化之后依然开放包容却又不失本真的立国姿态。而除了信仰空间，更能直接凸显这种姿态的正是苏丹作为最高统治者本人的起居和工作场所——宫殿。从于斯屈达尔附近望向博斯普鲁斯海峡对岸，有绵延超过500米的宫殿群。马尔马拉大理石的立面在阴天泛光的映衬下柔和而雅致。阿卜杜勒麦基德深知凡尔赛宫、卢浮宫和白金汉宫的布局严谨，设施先进，他决心通过建造一座全新的皇宫来彰显自己现代化欧洲君主的品味，宣示自己治下的奥斯曼帝国也可以是繁荣昌盛的现代化国度。不同于托普卡普宫精美的伊兹尼克瓷砖和奥斯曼雕刻，多尔玛巴赫切宫大量使用英法宫殿中常见的黄金和水晶装饰，空间规划也不再像行军营帐，而是以满足外交接待、居住品质和政务处理等现代宫殿功能为主轴。这似乎是奥斯曼帝国从内到外告别过去的新形象。可告别过去的代价太过昂贵，修筑新皇宫用去了整个帝国税入的1/4，建设资金只能通过超发货币和向外国贷款来筹集，这无疑给空虚的奥斯曼国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让财政状况陷入了无法挽回的恶性循环。除了信仰和权力空间，电报、剧院、现代大学和医院的出现，让此时的君士坦丁堡看上去前所未有的新潮和蓬勃。金角湾岸边佩拉到加拉达一带更是发展成了整个帝国的金融和商业中心。外国使馆、酒店和市场位于佩拉陡峭的山顶，而证券交易所、银行和港口则位于加拉达山脚。每天超过4万人在这座七丘之城超过13度的陡坡上风里来雨里去，苦不堪言。法国工程师欧仁·亨利·加文德看到这种景象，
心中立刻萌生了修建一条蓝索铁路来解决问题的想法。他第2年就向奥斯曼政府提出了项目方案。虽然中间经历了诸如普法战争、沿线土地出让冲突之类的波折，但1875年1月17日，555米长的隧道中最终响起了蒸汽机车轰鸣的声音。这条整个欧洲大陆最早的地下铁道线路正式通车。但一个山坡的欣欣向荣掩盖不了整个奥斯曼帝国越来越汹涌的危机浪潮。军事和建设支出带来的国家破产，西方列强对金融体系严密的控制，外国商品倾销摧毁工业化的希望，巴尔干半岛上此起彼伏的分离活动，奥斯曼帝国就是在这样的剧烈动荡中走向了20世纪。1888年8月12日，君士坦丁堡到维也纳的铁路终于全线通车。1889年6月1日，欧洲大陆西端艺术绚烂的浪漫之都巴黎和东端欧亚交汇的十字路口君士坦丁堡第一次通过一趟列车直接串联。这趟列车正是传奇般的东方快车。东方快车以舒适和豪华而闻名，卧铺提供全天候服务，餐车以美食上乘而闻名。欧洲各国的皇室、贵族、外交官、商人在奢华典雅的车厢中川流不息。从巴黎出发，这趟列车经过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历经3100公里的旅程，耗时68个小时抵达君士坦丁堡。而当年东方快车停靠的东端终点站至今依旧繁忙。谢尔凯吉火车站紧邻见证君士坦丁堡无数岁月的金角湾，每一位从东方快车上走下的旅客都会对融合东罗马、奥斯曼和新艺术风格的车站站房印象深刻。即便是寒冷的冬天，这里也有来自奥地利的大型瓦炉提供煤气照明和暖气。在走下列车的千千万万名旅客当中，有一位年近不惑、身材高挑且气质优雅神秘的英国妇人，她对东方快车情有独钟，先后30次搭乘这趟传奇列车。无论是自己在尼尼微的归途中遇上大雨冲毁铁轨晚点24小时的亲身经历，还是列车在切尔克泽科伊被暴风雪困住6天的新闻，东方快车都给予了这位女士无与伦比的创作灵感。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你依然可以走进甚至入住当年这位女作家完成巨著的创作空间。佩拉宫酒店，君士坦丁堡的第一家豪华酒店，专门为接待乘坐东方快车的旅客而开设。这里正是侦探小说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完成东方快车谋杀案的创作地点。只要他选择入住佩拉宫，就一定会乘坐1895年生产的奥蒂斯电梯下榻411号房间。君士坦丁堡让阿加莎流连忘返，在这里他可以远离英国媒体的穷追不舍，和知己友人在沙龙中畅聊。金角湾岸边千年不变的熙攘让他乐意成为一个旁观者，各种肤色、阶层、国籍、年龄段路人的一颦一笑似乎走进了小说，成为透露推理线索的关键动作。除了传世作品，阿加莎自己的经历也在佩拉宫留下了未解之谜。传说411房间的地板下藏着一把钥匙，这把钥匙能解开她当年因为丈夫婚外情和母亲去世在英格兰消失11天的所有细节。而在阿加莎走进佩拉宫之前，这里的101号房间也住进了一位青年军官，但这时他所效忠的国家却以西亚病夫的身份面临有史以来最残酷的瓜分命运。迈入20世纪的奥斯曼帝国在内外交困中快要走到崩溃的尽头，将近100年的改革收效惨淡，铁矿产量、钢产量、铁路里程在整个欧洲全数垫底，经济还在严重依赖羊毛、棉花和兽皮等初级产品。除此之外，奥斯曼几乎丢失了整个巴尔干半岛，阿拉伯半岛上的民族矛盾也开始快速激化。然而这时主导奥斯曼命运的却是一个残暴且天真的疯子。自命奥斯曼拿破仑的伊斯梅尔恩维尔妄想在高加索和苏伊士运河两面作战，他绕开同僚，直接配合德国向塞瓦斯托波尔等俄罗斯港口发动进攻，将整个国家拖进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他的如意算盘很快就落空了。
面对伤亡35万人的高加索大溃败，他竟然将屠刀向内，挥向了150万世代生息于这片土地上的亚美尼亚人。此时的奥斯曼政权已经完全背弃穆罕默德二世500年前四海一家的立国承诺，在癫狂中等待着丧钟来临，留给人民的是无尽的迷茫与屈辱。1918年11月，英法等一战协约国军队开进了作为战败国奥斯曼帝国首都的君士坦丁堡。这一次既不是1204年的烧杀抢掠，也不是1453年的取而代之，占领者筹谋的是拱火希腊开战，继续鼓噪社会的分化和对抗，直至全面瓦解。迎接博斯普鲁斯海峡两岸的将是永无休止的混乱、动荡和冲突。局势的风云激荡也延伸到了佩拉宫酒店旋转门内的小小酒桌上。一位英国的占领军官员对邻桌101号房间的奥斯曼军官发起了共饮邀约，可他得到的却是这样的回答：我们是主，你们是客，你们来我这桌才对。这位无论是在酒桌上还是在战场上都没有让英国人占上风的军官，就是现代土耳其的缔造者穆斯塔法·凯莫尔。简单的一句回应，反映的却是全体国民的心声。走出佩拉宫的他，将已经成为列强傀儡、政令不出京城的奥斯曼皇室彻底抛弃，在安卡拉另立以土耳其为名的新政府。面对对手的步步紧逼，他带领奥斯曼帝国的残兵游勇，先后在南线、东线、西线向法国、亚美尼亚、希腊发动进攻。虽然在萨卡里亚河决战中被榴弹打断了一根肋骨，但他还是用强有力的军事指挥，在3年之内彻底粉碎了列强瓜分土耳其的图谋。我不是宗教性的，也没有教条，没有冷静与刻板的统治作为精神遗产，我的精神遗产是科学和思想。面对从积重难返、陈规陋习的废墟中建立的新国度，凯莫尔展现了从未出现在这片土地上的治国理念：共和体制、工业建设、世俗改革、妇女权益、文化普及。走下战场的他毫无畏惧地实践心中的社会蓝图。虽然多情，但凯莫尔并没有亲生子女，他收养了13个孩子，其中一位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女性战斗机飞行员。从某种程度上说，他是土耳其人的父亲。新生的共和国议会授予了他阿塔图尔克的姓。和凯莫尔一样发生称呼改变的，还有这座饱经千年风霜，再次站在不同时代开端的古城。从现在开始，它不再是拜占庭，不再是君士坦丁堡，伊斯坦布尔成了他唯一的名字。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凯莫尔从安卡拉回到了伊斯坦布尔，住在了他亲手推翻的奥斯曼苏丹的宫殿中。离开奋斗根据地，重返这座当年他心中的屈辱之城，没人知道这位改变历史的人物到底怀着怎样的心境来面对生命终点的到来。100年过去了，凯莫尔的思想依然被土耳其人视为唯一的出路。然而跪在奥斯曼苏丹陵墓前祈祷的人们又在思考是否应该遵循更严格的伊斯兰教义，才能重现帝国的荣光。你要问我在今天的伊斯坦布尔，罗马的辉煌、奥斯曼的风华、现代土耳其的精神在哪里？我想它就在这座伟大城市的每一条大街小巷里，在每一位伊斯坦布尔市民血统各异的面庞上，在博斯普鲁斯海峡时而漫天粉紫、时而阴雨呼号的清晨日暮中。2000年来，每一部历史波澜都在这座屹立东西方十字路口的古城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正是它让人百看不厌的魅力所在。每一处见证场地都值得你走进，用双耳去聆听拜占庭建成的神明指引，用双手去触摸君士坦丁堡不朽的闪耀文明，用双眼去惊叹伊斯坦布尔兼容世界的城市底蕴。